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许绍瑜。在接下来这单元，我们将利用气候变迁的风险模板，来跟各位界定在水资源领域的实体风险，然后进一步利用这样的模板做未来的这个风险的评估。那接下来内容呢，基本上会取自于这个气候变迁的2019年以及2021年提出的不同教材。那以下单元我们如下继续收看下去吧。如何利用专业的气候变迁的风险模板，来针对水资源领域，尤其在缺水问题、干旱问题的时候，做进一步的风险的分析，以及未来的调试策略这个研拟。在上单元有提过气候变迁基本上就分成这个6大的步骤。那其中在评估现状的气候风险，以及评估未来的气候风险，需要用到这样的一个风险的模板。那风险模板的详细的内容，在上个单元童俊明童教授已经非常清楚的说明。在这单元里面，我们就着重在如何把水资源相关的例子引用到这个模板里面。接下来单元里面会是以缺水问题当做主要的讨论内容。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从民生用水方面来做讨论。2022年初期的时候，台湾的北部地区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意外的这个缺水事件。在基隆地区，平常不缺水的东部沿岸，我们也发生了缺水问题。台风在过去跟今年都没有经过台湾。那这样的一个缺水问题呢，导致我们对于民生用水这件事情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探讨。进入到风险模板的部分，在民生方面，基本上它的关键议题就是我的民生用水的不足。当然，民生用水对象就是当地的居民22年的干旱为例，基隆地区的居民，当他遇到缺水的时候，谁要出来做治理的组织管理当然就是地方政府。先看组织外部，组织外部分为气候因子以及非气候因子。那当然，这次这个缺水问题主要来自于长期提供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水源的这个台风事件这一年并没有在适当的时间进来，所以在气候因子上面降雨量的不足呢，是一个最大的原因。气温也是重要因素啦，因为气温影响到人民居民的用水习惯所以气温也会包含在气候因子里面。那非气候因子方面，就基本上就是跟整个当地地区的这个水资源，从硬体系统到软体管理有关。基隆地区基本上它的储水容量是非常小的，过去因为比较少遇到干旱问题，所以它在水资源系统管理上面也许有稍微一点点的轻忽。所以非气候的因子大概就是以这个储水容量以及这个水资源的系统管理的这个内容为主。最危害当然就是所谓的供水不足。治理内部的问题呢，这个铺路上面呢，当然就是整个居民它的分布位置。你现在以这个事件来讲，你住台北就看起来是 OK， 可是你就住在基隆地区，你就会受到这一次的影响。那当然，这些铺路因子很多包含说为什么我们人民会选择居住在基隆，比如说我家里就在那里，或者是他对于生活经验上的需求，或者是他工作机会上的需求，这都是这些居民的分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主要的因子。这些铺路在当地的居民是不是真的会受到多大影响？这跟他们的民生用水、居民用水的脆弱度有关。简单列几个，每个居民的用水习惯不一样，那家里是不是有自己之间的水塔，家里的人口数、户数都有关系。那这边就属于居民本身的这个脆弱度因子。调试前的风险基本上就是因为缺水，缺水对我们最大影响当然就是我们生活上会不习惯，比如说我们的洗澡用水、煮饭和饮食用水都会受到影响。生活机能上是间接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威胁。我们公共卫生出现问题，那当然我们健康就受到威胁。目前看到这些危害铺路脆弱因子，我们可以提出几个气候韧性的调试。第一个是可以提升水利设施的储水容量或使用的弹性。调试的这个内容是对应到所谓的非气候因子，所以是在危害的部分，所以后面加个 H。那在分散式供水系统这个储水系统方面，进到这个居民的这个储水系统，一方面其实也是在整个治理方面，我希望增加所谓的储水容量，把它放在属于调试危害的部分。那最后每家每户如果我能装设省水器材或是其他的可以收集雨水工具，居民的脆弱度的调试就对应到脆弱度的部分。当我经过这些调试之后，将来我就可以降低缺水的频率，或者降低缺水对于这个当地居民的冲击。民生供水方面谈完之后，我们再进阶到工业，那让工业用水量更大。那在2020年跟2021年的干旱事件里面，整个台湾地区几乎成为这个世界焦点尤其是这个全世界这个半导体供应链都在关注台湾地区的这个缺水是不是会影响到全球的半导体的这个供应、晶片的供应那这样议题呢很明确关键议题就是缺水，水不够。工业的设施它不像人一样，人会因为水不够然后产生健康影响。工业设施基本上不太会因为水不够而损坏，反倒是因为工业的制程里面就用大量水清洗也好、降温也好，对于工业生产造成影响。所以保全对象这里呢，最终还是所谓的工业的生产量。比如说我因为缺水，工业过程必须停摆，晶片就不能如期交出，所以保全对象是这个生产量。企业单位本身
如何治理他们企业单位工厂内的这个用水的情况，也是一个需要被考虑到的这个治理组织。跟这个民生用水一样，我们先看所谓的治理外部性质，跟民生用水非常相像。原因是因为民生用水、公用水的来源都是来自于水利署或者是地方政府提供的用水，比如说水库等等这些供水的系统，所以它的气候因子非常接近。当然，降雨量是主要，然后非气候因子呢，就是跟这个系统的容量啦，然后水资源的管理能力有关。那当然回到就是一样是缺水的危害。铺路就是厂房的位置啊。那厂房为什么要这样分布？取决几个要素哦。第一个是政府能不能在那个区域提供足够稳定的水跟电的供应哦。再来就是政府在政策上，工厂设厂有提供额外的补助或是额外的优势哦。比如说我们过去的竹科园区就在这样的政策诱导下，导致于那样子的厂房分布，那样子的工业的供应链分布。一个元件，晶圆元件要产出的时候，我必须要有很多供应链系统来搭配。那是不是那个区域能够形成一个成熟的供应链聚落？那也影响到所谓的厂房的分布。那在缺路方面，当然就是我的整个产线到底对水这件事情敏不敏感如果我们整个产线里面完全不需要到那个一滴水，基本上这样子这个生产系统里面完全不会受到所谓的缺水影响。但是在多数的工厂的生产过程里面，水其实都是一个不管在清洁、降温方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在整个这运作过程里面，我的运作到底需要多少的需水量？那需算越高，这个产线的设施就越脆弱。再来就是它的产值每单位的用水我可以提供多少产值？产值越高，脆弱度可能就相对越高，重要性可能就越高。最后一点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所谓的供水路线。我在一个供水系统从上到下游，一定是末端的供水的风险越高，脆弱越高；前端的供水的脆弱度就越好，因为它可以拿到比较稳定的水。从这个危害暴露到脆弱度，整个调试前的风险，就是因为缺水导致我的生产受阻，产量下降，这是对整个工业生产链里面最大的伤害。相对应的调试策略呢，就简单的大概提出这几个，当然非常多啦。最近这几年，尤其是台积电这种高科技的产业里面，还对于整个用水的调试的方法，会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做法。那简单提出几个，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利用公家机关，比如说水利署、环保单位的力量，我们可以设置这个废水处理厂的回收，利用整个工业的废水再回收、再处理、再使用。这个废水收益来源不只是工业废水，我也有可能拿农业的废水经过处理之后，反过来提供给工业，提高整个供水系统供的能力，所以会属于危害调试部分。那接下来在工厂的这个脆弱部分可以做调整，比如说我可以增进机器的用水效率，或者是我可以精进机器厂内设备本身它的回收水效率，比如说台积电的回收水听说可以达到90%以上。那随着这个效率提高，脆弱度就会降低。当你最后采用这些气候变迁的韧性调试之后呢，可以降低缺氨事件对于整个厂房里面停摆、产线受损的这个影响。